得导致其实后面的比赛就是大家都有去触碰到，可是其实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或有系统的去做一个对比，或者是一个要追求的价值的说明，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好，先讲完解题部分，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在重这件事情上面应该要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哦。好，那另外我们再接下来就看大家的这个比赛的这些场上的一些攻防哦。这帮你们一开始讲本质，就是所谓的必要之恶哦。我觉得这必要之恶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有被反方给挑战，而且我觉得是有挑战成功的哦。因为我觉得不管你们举的例子啊，不管是呼吸或者是金正恩的例子，我觉得很难去说明说它就是必要之恶，它就是应该要存在。我觉得必要之恶比较好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说它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这要解释啊，就是我觉得啦，这个本质上面比较重要的必要之恶，可能可以是所谓的信任，就像是三边去讲说，它联能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是要防止能力的爆冲。我觉得，所以说不管它就是一个价值较高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 key 的存在。我觉得这个从这边去发挥，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所以说，在这部分，这是我自己想法，你们老师没有这样讲，或者是你们有讲的圣经，所以我觉得在本质的必要之恶上面，这一点其实是就有点不了了之了。然后在你们后来第二块讲的是实然的部分，包括是台湾各个前总统的一些弊案哦。那我觉得你们可能对我而言，你们可能比较像是要举证说，对，这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你们胡乱的，就是实在会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去对撞反方他们所说的，其实台湾的防弊机制已经很好，我们有了很多的措施。我觉得这时候你们就要讲说，可是如果有这么多措施，可是还是有这么多弊啊，所以可见这个措施是有漏洞的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样的对撞，可惜我觉得在场上其实好像正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这个可能也不是你们原本预设的打法。好，第三个你们讲的正当性，你们觉得？一个政府的存在，它的正当性就是基于道德哦。可是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就是跟必要之这件事情是一样，就是为什么？就在反方的质疑，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必然嘛，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价值性的命题，它本来就是可以借由不同的诠释去争夺，到底我们认为的正当性，政府应该要有的正当性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们觉得还是照他们的说法，他就觉得。他之所以要存在，就是我们希望有人可以帮我们做事，所以他的能力是我们看重的关键。如果他没有能力，我们根本就不会把我们的权利交给他，这就是他们的解释。对，那你们的解释在这部分，我觉得是你们就只有说道德，可是为什么？你好歹跟我说，对，我们要把能力交给，我们要把我们的权利交给他，是希望他可以做好事。可是他到底会不会做好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靠的就是信任。因为我没有办法预料到说他之后的能力会不会做好 ，maybe 我现在能给他就是信任。我觉得你们在这部分应该要再做更加强解释，但是我觉得就也还好吧，就是你们就是一句断言，也不是断言，你们有讲一些可能政治学上面的一些谁的理论嘛，对，但我觉得会比较对于可能底下不是政治学的裁判们，可能会比较有一点距离。好。另外，你们要讲的是能的不好追求，包括像是，反正你选择的一方一定会有一方是失去的，比如说俗话到在经济跟环保之间的冲突，你觉得那你要怎么去评断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是坏？亦或者是说，它可能甚至是随时更动，就是好，假设我现在判定它是好的，可是可能过了不久之后，它可能又变成是一个坏，因为我们可能环保意识抬头，我们会觉得说。也许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更应该追求，所以你们觉得人的不好追求，相较于起来，应该要更追求脸，因为脸是一个很明确的、很简单的。那我觉得这边比较好的说法是金元外交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也知道外交有很多种手段，金元外交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可是它的确是一个最有效、最容易追求的一个手段，我们又必须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反方其实是没有挑战的，因为我觉得他有去把那些听起来不是很直观的东西，他做了一个解释。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方你们是没有去攻击的，对，那我会觉得比较可惜，因
讲了一个金元的例子，它到底是一个比较好追求的方式，还是我们唯一能追求的方式？就这个例子而已。我不晓得台湾除了金元外交之外，我们还会有什么别的能力的外交，除了跟教宗国家之类的建邦有可能之外，就是你这个例子听起来是对的，就是台湾我们金元外交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出路，它是比较好简单达成。可是换个方式想，就是它可能也只是我们唯一能达成的事情啊，就也没有比较的概念，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没有另外一个选择，它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对，所以我觉得反方在这边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好，这大概就是正方的这个区块的逻辑啦。那反方我觉得你们比较简单，你们就是觉得说，无能会带来什么弊害，包括是效率慢跟效能差。效率慢像是什么？像是发风灾，或者是产业升级，或者是新药上市，因为很冗长、繁琐，而且不必要的一些行政程序、防疫程序会导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救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产业升级，我们可能新药可能没有办法上市，啊，可能带来就是经济的冲击。对，那另外就是效能很差，比如说像是政府的采购法，因为采用最低标，不是最有利标，因为大家怕土地，所以最低标就可能会导致工程的品质的缩减。但其实我觉得啊，现在补充个题外话，我觉得台湾现在最低标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工程品质很差，是我们根本找不到厂商去承购的公共工程，尤其是在其实基本上很少有营造商愿意去接公共工程案，因为公共工程案非常的麻烦，我们要设立一个专门应付公共工程，就是政府机关，他们还会有一个顾问公司，要专门有派一个单位去应付他们的文书处理，非常的麻烦，光是搞内页就搞不定。那你看，像是前阵子的里程营造倒闭的事情，他们就是接了公共工程案，就是40那个案，他们当然你们可以去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啦。对，就是公共工程案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品质很糟，而是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去接这个标案。好，那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公务人员他是保守不作为的，是有一种不做不错的一个心态哦？那你觉得这可能不利台湾的整体发展？那另外也讲说，现在房地基支持基金很多了，甚至有点太多了。你们举像，所以你们的举证是说，像是德国、日本，它其实呢，连结度比台湾高，然后在它废止了一些防避的措施之后，它其实更有效率。所以你觉得在台湾已经有的基本基础上面，废除掉一些多余的，你觉得反而是有助于台湾整体的发展哦？所以你觉得连都可以做到很基本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好，那我觉得在损益比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你们丢了很多例子出来，但我觉得你们的例子其实都没有下一个小节，不过这也没关系啦。可是我觉得反方他有去对于你们的例子去做出一些贡献，比如说你们去讲说效率慢这件事，他们就会说啊，有时候效率慢就是可以做得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钱发在真正该拿到的人手上。好，这个例子就结束了，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啦。就是你应该告诉我说，到底这种8·8风灾这种比较生命危急，应该要追求行政效率的事情上面，对照他们讲的新竹科学园区还是新竹社区大学，有些人的补助款是滥领的这件事情上面的危急性，谁比较严重？我觉得你应该往下比，我觉得很可惜是没有。另外他们就讲说，你看八仙呈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去贿赂这些行政单位，所以你看造成了没有检核好，所以造成了这么多人员伤亡。你们有去跟他要资料？对，我也很想知道说他这个资料到底是什么？这个资料到底是贿赂，所以贿赂这些监管单位，所以说他没有做好审核就贸然的实施，还是因为监管审核超麻烦，所以大家会便宜行事？我没有违法，我只是用另外一个名目去申请，我就不用经过这么多繁琐的手续，到底是哪一个？这不一样哦。对，可是我觉得你们在这部分其实都没有去好好的检证，好好的了解，就会造成听起来就像他讲的是贿赂。你看贿赂这件事情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不知道啦，有可能是我说这样，到底是哪一个？就是大家都没有往下去比哦。我觉得这对反方来讲
因为他们去讲采购法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什么你们正方一开始说的什么自来水、台铁这件事情，你们是说没有，他们是最有利标，但是他们有问题。然后后来你们又说，也到底是不是最有利标也不知道，反正 anyway 他们就是贪污，那是贪污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们的资料上面也没有去做很仔细的检证哦，所以我觉得在例子的互丢上面，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吊诡，因为我既不能比数，因为比数来也很怪，就你丢了10个例子，他丢了20个例子，所以他赢了，这也不对吧？可是你们对于每个例子都没有再去做更详细的说明，就变成是例子都各自成立，可是到底谁比较严重，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问号。对，好，那另外就是防弊机制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讲的得日这件事情，那正方他就用了什么3层回应啊这件事情，那到底实际上长什么样子？他的意思是说，日德的这个也没有不一定比较松啦，他可能他这个用法位阶的概念这件事情去讲，那我觉得法位阶这个概念，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有规定在他们的刑法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对，我知道台湾在赌执罪也规定在我们的刑法里面，可是我们把另外设了一个特别法，就代表我们更严格，因为通常是特别法优先于普通刑法，特别法通常会规定的更详细，不然他不会特地抓出来立章嘛。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一层回防其实是听起来是还好的，就是我觉得是有点不成立的。那你第二层回防是说，也有排名更高、更新的，像是新加坡、澳门，他们防弊的措施更多，连结能更高。那反方在这部分其实是没有什么回应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说，那所以我们要像新加坡或者是澳洲这样嘛，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完整的联能的一个政府嘛。好啦，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就不了了之了。但我自己的看法，这我自己的看法。新加坡之所以会这么连的又没有问题，是因为全部的政府就是李家的嘛，就李家就他天下啊，这是我的题外话，不代表这个谁的立场。好，那你们是觉得，更何况连有可以再更进步的空间，那这件事就变成很吊诡，到底是像你们说的已经够了，甚至太多，还是再有更进步的空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是暧昧模糊的。他们的说法是，你看都还是有贪污案啊，所以证明我们有更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这边反方是，你们是讲说，有些法官他们有去解释说，其实有点太低，你们是用专家的断言。可是我会觉得啦，其实你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其实贪污这件事情不是抓不完，这是很凭良心讲啊，这真的是抓不完的。你要把所有的贪污都抓完，这件事情太打高空。而且其实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嘛。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如果要做到尽善尽美，要么我们就花超多钱，把人民把公仆当贼看。要么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说我没有要追求到尽善尽美。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排名，就像你们说，我觉得这个排名够，每个人觉得贪污的这个感受度有，你们觉得够，你们举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说可能在排名前25就已经够了。至于你要说追求的尽善尽美，完全没有贪污这件事情。你第一，你觉得不可能；第二，你觉得这样更不孝。我觉得你们应该往下看。好，这部分其实也没有讲这么清楚吧。好，所以最后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在我的看法里面呢，我觉得所谓的比较重要这件事情，双方没有定义。好，那就双方各自成立。好，那在反方你们要讲的重要，第一个比较好追求，对，连能比较好追求。但其实换个角度来想哦，你们要打连能比较困难，可以呀。一个人要面临到巨大的欲望而不动心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在地上看100块，我可以不要钱，因为我可能生活不错，我薪水蛮高的，100块对我来讲是小钱。可是他100万，我要不要钱？他1000万，我要不要钱？这件事情是有落差的，所以连能真的比较好追求吗？其实你们今天把连能讲得很简单啊，可是其实连能很好追求吗？我并不这么觉得。多少人从政为官，不就是为了有权力的欲望吗？那要怎么在权力的欲望之前不会被诱惑？这不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自制能力吗？连能怎么会比较好追求？好，
说到的，那反方也没有攻击，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成立。那至于本质上面为什么比较重要，也许就像是正方3辩结论去讲的这件事情。好，所以正方你们在你们的世界是有成立的，好，但是反方呢，比较难的东西要比较看重。这件事情我接受，因为我觉得你的例子举得很好，阶段性分数给的蛮高的。再来是损益比，本质为什么比较重要？你们其实就是要看损益比，就是你觉得连跟能之间的损益比，效率跟效率的提升，效能的变好，以跟连谨守的保守的作为，到底谁比较重要的损益比？我觉得你们用例子去堆叠，有成功，但是别人有攻击，你们没有防守。在这部分，我觉得你们的损益比如果没有往下比，损益比是一个问号，懂我意思吗？你们有讲，他们有讲，没有往下比，我觉得这是你们的责任，因为你们要追求的本质比较重要，就是看损益比。如果损益比没有比出来，是一个问号，对你们来讲是危险的。好，那至于现在缺什么，就看重什么这件事情。对，你们有去举证说现在大法官的解释，把那个人的解释是现在这个防弊机制其实已经很多，这件事情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正方也有去挑剔这些攻击啦，所以我最后是给，我觉得你们在损益比这部分没有去比较的原因，所以我是你们的整体分数少1分，都有分，但你们少1分，对，我多1分给了正方。这以上就是我对于我整个比赛新政过程，不是新政过程，整个过程的一个解释哦。希望你们可以听得懂，不要去配合。现在有点害怕。好，最后一个提醒，我觉得正方可以去思考啊，一个有连，一个没有连的人哦，就像是他们正方他不断的去讲，他说我们有很多机制可以去防弊，那制定政策的是谁？制定政策的是政府，那一个没有连的政府，他会想要去制定一个可能会防止他多做些什么的制度。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啊。好，那给个建议就这样子。那如果这个台下双方有问题，可以提起来我会在。如果真的有问题，可以问我。好，谢谢大家。谢谢学姐精彩讲解，接下来我们有请4大学的成绩需要问答。台下学姐、裁判双电视在场各位好。那确实如同前面学姐所说，这场比赛因为各种理由，我已经觉得压力很大，再加上压力大，主要理由显然是因为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而且这场比赛居然有2台机器在同时录影，这是很难听，这也会想举证。Anyway， 我这样说，这确实是一场好的比赛，对评判造成压力是很正常的。如果在我讲评的过程当中有我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欢迎再来场下找我讨论。我从正方说起，我觉得第1个本质的点跟第3个正当性的点，我自己觉得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或者是它可以绑在一起讲。因为不管是必要之恶也好，我觉得当你说它是必要之恶，所以需要用道德去制衡它的时候，某一种程度上面也是在说一个正当的政府之所以能够被赋予权利，是基于它的道德基础跟德义跟正义。Anyway， 那在以资料的举证的效力来讲，显然正方一辩是有很多很客观跟完整的专家说法。所以我觉得这2个点，我觉得在辩论场上面对反方，就算是没有相对的专家说法的攻防上面，它会陷入一个焦灼，是当反方透过代议民主的背后的精神，又或者是透过我们一般的对于一个政府的想象，其实也有能力的存在的时候，包含他去解释那个必要之恶的4个字，其实已经隐含的那个必要2个字，就是已经是对于能力的一种随意之后的妥协之后，我觉得我会期待正方要有进一步的在这2个平行的说法里面进行比较。可是我觉得，虽然在资料的专家学者说法上面，你们显然是占优势的，可是在辩论场上面，它很容易会变成平衡的。那我觉得你们后续有想要做一个比较，是我觉
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够只看服务，要看为人民的时候，我就可以进一步去讲，也许为人民它是摆在服务前面，这个说法很烂。可是我觉得以3遍答辩的时候，语句话我抄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用，当我们在追求有几分的能的时候，我们也要用几分的廉去限制跟定那个方向，大概是这个论调。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把能跟廉的追求是廉作为前提，来进一步加强你们所谓的才不会是用能来包庇自己来官相互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那个才会更加有比较的具体。而我觉得在这个说法上面，我觉得显然今天下的力道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第3个点，我觉得我没有明显倾向于正方。我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我论点分数是采绝对给分，所以我只会就双方差异的部分做我的讲评。所以这个部分我并没有明显倾向于正方。虽然你们最后还是举了那个民调的例子，可是一方面是反3对于那份资料有一些削弱，二来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总会有，就算那份民调表示大家很期待政府联能，可是我觉得因此来证明大家对于政府的想象是严重联能，我觉得还是有距离的，我自己觉得。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是没有没有绝对倾向于正方。那第2块的部分，我觉得是跟反方的实然做碰撞，所以我待会再谈。那第4块讲效益的部分，我觉得它的问题跟前面2块是一样的，就是对你们来说。你不管是透过意见相左的问题也好，透过议题总有2面也好，透过评价会随着时间的能的评价会随着时间变化也好，透过以前的种种例子，是要提醒反方说，其实能的追求它是比较无效率的，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们显然要多花一点心思在追求点上面。而反方针对这一点，显然有一个我觉得也完全平行的诠释是，为什么它比较难，就代表资源有限，我不应该做。应该说，为什么它比较难，代表不应该追求？你比较不应该追求，你们的解释显然是因为资源有限，可是他们的解释，我觉得也合理。有没有可能恰恰是因为它比较难，所以我更要多花一点心思去做这件事情？那给反方的建议是，显然我觉得这个说法我接受，我先说我接受。可是我觉得在单一点的例子上面的说服，也许可以更加加强。比如说，在他讲各种议题可能有2面，或者是很多时候意见相左，很难平衡的时候，对你来讲，显然是因为议题有它的2面性，显然是因为意见很容易相左，所以取得这两者之间的完美平衡，是更加仰赖能的部分。我觉得在单一例子上面是可以有更加多积极的说服的。那反方最后在这个点的正方就在这个点下面做的损益，第一个就是更在乎的部分，就以第1位裁判整理来讲到更在乎跟更一致。那更在乎的部分我说了，我觉得我接受度不高。那更一致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可是，在反方的这一轮质疑里面，我会期待你在这个更一致，就是为什么它连的标准是更加一致的，就代表它是在这个题目里面我更加应该要追求。我觉得是可以多论述一些，我觉得是可以多论述一些。可是更一致这个比较标准，我个人是接受的。可是因为反方这个相对这个完全平行的质疑，会让我期待正方多讲一点。回头看反方反方的标准就比较简单，论点就比较简单。他们显然就是认为，因为对廉的追求会有边际效应上面的递减，而且我过度的追求廉可能会回头影响到我对于能的效果的追求。那这个部分我把反方的攻击整理成2个点，我觉得第一个点是在数据上面，第2个点是在个案上面。针对数据的部分，显然正方他透过对于那个日本跟德国的种种解释，不管他是质疑你说日本跟德国，他有可能并不如反方所说的比台湾松，又或者是他举证有些排名廉政排名比台湾更加前面的，恰恰也是法规比台湾定的更加严格的国家，去削弱反方认为那个追求廉对于那个廉的追求的那个必要。那这个部分反方是有进一步解释啊，其一是到很后面的时候，在那一轮指数答辩的时候，你是有去解释说，那个德国跟韩国虽然如同正方所说，它可能定的那个区域不一样，可是因为它定的区域不一样，一个是特别条例，一个是在一般刑法里面，就
就显示了它的那个刑罚程度的不同。所以对你来说，显然日本跟德国明显还是比台湾比较松一点的。其二是我觉得也透过他叫王环玉吗？对不起，我不确定那位教授的说法。我觉得虽然他是没有完全对准正方的质疑，可是至少在那一份资料的结论里面是有说明说法并不是追求越多越好。所以在这一来一往之间，我不觉得正方那层层销路完全被击倒。可是我在这个部分的结论，我自己会认为好像一个国家的廉政法规定的严谨程度，会不会直接反映在廉政的法规上面？我就觉得没那么绝对，因为感觉过程当中还会有其他变异，所以要我在这个点上面下判断，我觉得难。就我没有特别倾向正方，也没有特别觉得反方的质疑就已经完全击倒正方，所以我就只好先把它停在这里。进入个案的部分哦，正方提醒反方，当你觉得对于廉的过度追求会影响到能的表现，可是当我们放弃对于廉的追求的时候，不会产生你担心的弊害。我听得比较清楚的是自来水跟台铁的例子哦。那反方在这边显然也有很多相抗的例子，不管是在工具机的采购上面、海洋博物馆上面，还是个别在电子商务跟生技产业上面，还是在法条定上面，就是土地罪跟那个应该是土地罪跟不违背职务行为侵害罪跟贪污治罪条约，就是让大家不敢做事啊，为了规避很多的嫌疑。那单就个案来比较，显然如同前面学姐所说，如果我要去比较量的话，反方可能占优势。可是如果我要比较例子的量，显然怪，因为在逻辑上面正方那个说法也完全成立。所以在个案上面，我觉得我也不好下判断。所以进入反方的损益比较的模型是缺什么补什么那个说法上面，我觉得反方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做得比较清楚，第二件事情没那么清楚。第一件事情是你们在总体上面试图做一个比较，这个总体上面我觉得有两个对我来说蛮关键的数字。第一个是那个台湾的 CPI 是世界20%，第二个是有一个专家学的，我不确定是不是也是王法律，他说现在他确实说明台湾现况下有很多的人事法规，它之于行政效率是有绑手绑脚的一个弊害所在。我觉得在跳脱个案的讨论去做整体的比较上面，我觉得反方透过专家的说法跟台湾的那个排名相对靠前，试图有说服我，其实现况下对于廉的追求，就算没有成功证明真的已经够了，可是好像少那一点也不会有差。这个部分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如同正方所说，如果在辩论场上，他质疑你说你怎么证明这种程度的追求已经够了，我不认为有反方证明的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就会是罗生门。我觉得在辩论场上它是很难被证明的。可是回到辩论规则本身，反方有没有必要证明这个，我又会觉得好像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矛盾的情绪在，所以变成我觉得我最后下的判断跟思考是，我觉得反方有做一层解释是，我觉得这个在你3辩申论的时候，应该是答辩的时候，我今天给你答辩蛮高，可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来说蛮重要。一来是你澄清那个德国、韩国的德日的资料、德日的说法；二来是这个说法，你是说在每个国家里面贪污的状况总会有，可是我觉得你没有把话讲完。我觉得那样把它讲完，应该是有犯法的个案。有没有能不能够直接证明我们对于现在法条的定还够严格？我认为是不能够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显然现况下的任何一个法条定的都太不严谨了，因为总会有人犯法。可是我觉得这个说法要完全把它讲干净，可是我觉得你当下那个意识跟态度完全是在这个点跟这个意识上面，所以我觉得有接受，我觉得我有接受，所以反方一方面透过整体上面的来试图说服少一点会怎样？二来也透过进一步的解释，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到最后我的感受会是，如果在台湾现在的廉能或者是法规是不是已经够严谨了这件事情上面，我继续，我觉得就辩论规则来说，我觉得正方问的合理就是你有没有证明它真的绝对足够？我觉得没有。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在这个难点上面，在反方有积极的想要解释，我还进一步苛责他做得更好，我不知道反方可以怎么做得更好。那可是相较起正方所说的那个更加就是，
我会期待你可以讲得更好。所以我最后是因为这个奇怪的判准，就是我觉得正方最后那个一致，这个为什么它是一致，就等于中原那个比较的这个标准是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而我觉得反方在缺什么补什么这个说法里面，已经尽了反方可能的最大能力，试图说服我说台湾情况下对于联能的法条的规范是相对严谨而且少一点，也不会怎样。所以回过头去追求他们所谓的那些绑手绑脚的东西，应该要稍微松绑一些，就是能的部分，我觉得我是接受的。可是也因为这个判决，我必须说它是奇怪的，所以我只用很微小程度的更多一点的0.5分来当少数才支持反方。但我这一张单在阶段性上面应该是正方会稍占优势一些啦。我觉得恕我直言，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会是在双方一辩的申论上面，因为我觉得反方一辩的申论语速实在是太快，然后内容其实是算完整，可是可能你太过于追求要在那个短时间内表达完全部内容，我觉得那个当下正方一辩的申论，我给分就稍微有一些差距。那后面有没有拉回来，我觉得是不确定的，我觉得是不确定。整体上，我觉得应该我这张单还是会在正方身上，大概是这个样子。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找我讨论，不要黑头，不要举证，拜托。谢谢学长批判讲题，依赖公布比赛成绩，首先声明比赛成绩公布顺序以及裁判长的顺序以及作息皆无关。第一张评分单，正方比反方111分比103分，胜方正方。第二张评分单，正方比反方118分比119分，胜方反方。第三张评分单，正方比反方117分比114.5分，胜方正方。本场比赛由正方以2比1获胜，请双方辩论裁决握手，谢谢大家。